4月6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北京举行会晤，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作为今年3月10号沙伊北京对话的后续，不到1个月的时间，沙伊和平进程驶入快车道，令国际社会欣喜，并赞叹中国所发挥的斡旋作用。这也再一次证明，只要相向而行，再复杂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都能回到正确轨道。4月6号。沙特阿拉伯外相费萨尔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北京举行会晤，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同沙伊两国外长会见，沙伊两国外长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并签署联合声明。双方均表示愿意按照今年3月沙伊北京对话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继续推进改善双方关系进程。感谢中方为推动双方对话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沙伊进一步改善关系，充分表明地区国家有意愿也有能力掌握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主导权。中东地区近期一系列的互动也说明，求和平谋发展是中东地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是沙伊两国自2016年断交以来，两国外长首次正式会晤，也是3月10号两国在中国斡旋下宣布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后，再度将重要对话地点选择在北京。沙特阿拉伯国营电视台新闻频道发布的会谈简短镜头显示，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在一幅中国传统画作和各自国旗前握手微笑，互相打招呼后并排坐下。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沙伊两国外长在赴北京之前已多次通话，讨论了两国重启外交关系以及启动其他协议需将采取的步骤。法新社和路透社则引述沙伊两国媒体报道，两国外长在北京讨论了重开各自国家的大使馆以及沙伊关系。一名匿名的沙特官员对法新社透露了沙伊和平驶入快车道的一些细节。这位沙特官员表示，中国国家领导人去年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时，初次表达愿意在沙伊之间扮演和平桥梁角色，还表示愿意快速推动会谈。沙特王储对此表示非常乐意接受中方的提议。这名沙特官员指出，利雅得认为中国具有独特地位，可以在波斯湾地区发挥无以伦比的影响力。他说，尤其对伊朗来说，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国际盟友，从这方面来看，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其重要性没有国家能取代。这名官员还说，其他几场会议也为沙伊两国高层3月初在北京的接触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名沙特官员指的是3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主持沙特和伊朗对话闭幕式。沙特国务大臣兼国家安全顾问艾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出席了此次对话闭幕式。同一天，中沙伊三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北京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2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互派大使，并将重启贸易和安全事务关系。此后，沙伊和平驶入快车道。3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再次进行斡旋。习近平指出，最近在中国、沙特、伊朗共同努力下，沙特伊朗北京对话成功举行，并取得重大成果，有助于沙伊两国改善关系，对增强地区国家团结合作、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具有重大示范效应，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好评。穆罕默德表示，沙方衷心感谢中方大力支持沙特和伊朗改善关系，这充分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沙方对此高度赞赏。按照西方媒体和学者的渲染，沙特和伊朗之间在历史、宗教、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矛盾错综复杂。他们还认为沙伊矛盾是结构性的，是无解的。但令国际社会惊喜的是，沙伊北京和解进程干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评论认为，
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走向和平，是对美国中东离岸平衡手战略的3维打击，这令美国政界和学者大都感到意想不到的震惊，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使用非外交术语来描述所发生的事情。这显示中国对和平的理解超出了美方的认知，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中东正在发生向好的剧烈变化的事实。而这一次，罕见的在重大地区外交事件中，美方成了局外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前表示，该事件标志着中东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一重大外交成果与上世纪70年代自己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相继访华的进程非常相似。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也发表了题为《中国如何掀开中东多极化一页》的评论文章称，如今的美国不再是中东地区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也在外交领域有着强大号召力，例如促成国家间达成和平协议。沙伊两国对和平进程表示相当满意。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报道，当地时间4月3号，伊朗第一副总统穆罕默德·穆赫贝尔证实，伊朗总统莱西已经接受了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邀请，将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据悉，莱西预计在4月底斋月之后访问利雅得，以正式庆祝两国的和解。沙特国王萨勒曼在邀请信中表示，欢迎两个兄弟般的国家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呼吁两国加强经济和地区合作。深圳卫视注意到，沙特与伊朗积极推动复交进程的同时，中东地区各主要国家间关系也开始缓和。与此同时，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却微妙了起来。当地时间4月6号，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欧佩克家产油国宣布，将从5月开始削减石油供应量，总削减幅度超每日100万桶。消息一出，迅速引发全球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美国 WTI 原油期货当日上涨5.17%，至每桶79.59美元。外媒普遍认为，多国宣布减产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的通胀，并使得美西方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对俄制裁变得徒劳。外界还指出，去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屈尊访问沙特，要求沙特增产遭到拒绝。而这一次，沙特主导的欧佩克直接用减产来打了美方一记耳光。外界还注意到，此前中国与多个能源供应国签署的长期协议订单的价值，在此时无比凸显。百年变局下呢，美国一超独霸的局面正在改变。无论在能源领域，还是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一个国家来说了算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4月5号，中国军事网军事快播报道了东部战区的演训活动。报道透露，连日来，东部战区海军某舰载直升机团结合跨昼夜着舰等科目，与广西舰深度协同，开展海空联合登陆演练，有效检验部队海上多波次连续快速出动能力。在连续多轮次开展集中起降协同训练后，广西舰又组织了直升机调运训练。随后，舰载直升机转入跨昼夜着舰训练，在较为复杂的气象条件下继续开展连续起降、连续出动训练。实战没有昼夜之分，我们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通过练战术运用、练指挥引导、练协同保障，进一步拓展了战术思维，有效夯实部队联合作战的能力基础。广西舰舷号32是海南舰后中国第2艘075型两栖攻击舰，于2022年4月首次在央视军事报道中亮相。该舰配备了直通甲板和坞舱，可搭载直升机、两栖气垫登陆艇、两栖战车等两栖作战装备，具备立体登陆作战能力。在两栖登陆作战中，装甲部队担负着渡海登陆作战任务，也是撕开敌方防御口子的尖刀力量。日前，第73集团军某两栖重型合成旅在闽南某海域组织所属装甲分队，重点围绕火力打击、抢滩登陆等实战科目，展开海上实弹战斗射击考核，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实战环境下的战场处置能力和火力打击效能。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将营连主官、射击排长全部编入战斗车组，率先完成海上实弹首考。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是战斗员，都要能够打仗，能够上得了战场。
此外，从5号起，由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领衔的海事执法船艇编队，开启为期3天的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海巡06轮是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于2022年7月12号列编福建，其船长128米，宽16米，满载排水量6600吨，最高航速23节，续航可达1万海里，自持力60天，能够到达全球除南北极以外的所有海域，是目前台湾海峡体量最大、性能最优的公务船艇。值得注意的是，海巡06列编隶属交通运输部福建海事局，以平潭港为母港。深圳卫视查阅海上交通安全法，其中第88条规定，海事管理机构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停泊作业以及其他与海上交通安全相关的活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观察指出，海巡06此次海事巡逻执法是行使国家主权、维持海上交通生产活动秩序的必要行为。海巡船它并不是军事舰艇啊，在定义上哈，在国际法上它是行使公务的船舰啊，这是公务船舰，基本上是有极强的主权象征的。